Hello， 各位远家的家人们，大家午安！今天第164次搬家旅行，带大家到哪里玩？我们今天在宜兰。然后我不是常说我是情侣系 YouTuber 吗？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拍到倾盆大雨搭帐篷的画面？我刚刚在山脚下的时候还在下雨，然后我一抵达露营区，雨就停了，而且营主说刚刚还在下雨。好啦，就是老天爷就是不愿意给我那个淋雨搭帐篷的画面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开工吧。今天一样是天幕搭配车子，然后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今天在哪里。所以呢，太阳出来了，我的草帽，你看我雨衣真的是刚刚才买的啊，那我就搭草帽来搭帐篷，我只能做防晒，不能防雨，没有办法告诉大家。好，但话不要说太早，因为这2天天气其实不是那么稳定。那就谢谢老天爷给我一个很舒服搭天幕的天气，那我们就开工吧。
搭设完毕，也准备好午餐了。我们今天吃个快速的这个煎饺，就大阪王酱的肉煎饺子。根据我吃了这么多便利商店的煎饺，我觉得那个冷藏柜里面的比较好吃。我真的运气很好。我本来真的是抱持着下雨的决心来搭天幕的，然后我刚刚来的时候，营主人真的非常好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，还是你要不要雨棚？那个雨棚今天没有人订，你可以直接把车开进去这样。我说，可是这样我就没有画面了，因为东西摆好然后就结束了。没有啦，还有就是因为我上周不是在华东露营场，然后测试了车子搭配天幕嘛，那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可以改进的、修正的，所以我今天也想要尝试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修正，我觉得修正的很好。那我今天到底在哪里呢？我在宜兰大同的新亮点露营区，这里呢最美的是百万夜景。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有点下雨嘛，所以其实山上是有一些山岚的，真的很美。这里其实我2房，那你们会觉得，可是没有看过你影片就到这里啊？对，这是在写部落格期间，当时我儿子大概才5岁吧，所以我大概是8、9年前来到新亮点，然后那一次也让我觉得真的很美，而且呢，上次天气非常好，然后我还记得我有看到日出。那这一次呢，应该是有点难度，但是夜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晚上给大家看夜景。然后今天的第一瓶还记得吗？我上次在莱尔富买的那个啤酒风味饮品，它喝起来其实就是有点黑麦汁那种感觉，没有酒有 0.5 吧的酒精浓度，它比较像黑麦汁。然后这个是刚刚在山下买的马告香肠，你知道其实因为我一个人开车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拍给你们看刚刚我沿路开来那个雨有多大，真的雨非常大，然后就心想死定了，然后我还是有买雨衣嘛，对，结果谢谢老天爷给我一个这么适合露营的天气。我们现在先来吃午餐，等一下呢带大家来去逛逛新亮点露营区。我好久没来了，营主还记得我然后还跟我说你怎么瘦那么多？对，真的瘦蛮多的。好啦，吃午餐。吃完午餐，又开始下雨啦。谢谢老天爷，就是不用下雨搭天幕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营位配置吧。今天一样是用天幕搭配车速，那车子里面呢还没有准备，然后这个是我眼前的风景。今天呢，天幕下很简单，就这样。然后我打算把用不到的东西继续放在装备箱，放在车子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后车厢。我今天天幕啊是整个盖住车子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如果真的遇到下雨天，这样会舒服很多。然后这个暂时还用不到的东西就放在车上，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收拾变得更快速。好，那我这次呢搭的是良善 A 区吗？我真的很不善记那个露营区的营位的名字。好，看这样很方便然后眼前就是百万夜景，然后
这边是属于碎石草地，所以它是可以车宿，然后也可以搭帐篷的。那我们来去看看其他的区域。那前方这边呢是超大雨棚区，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雨棚，应该可以搭2个位置，因为这边的营位给的还蛮大的。然后同样的看出来也是眼前会有漂亮的夜景。真的，我真的很擅长乱讲。这边是喜乐 B 区，在这里。那喜乐 B 区的上方是良善区，这里的话呢就是雨棚啊。所以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没苦硬吃，就可以订雨棚区。那因为里面都有路友，所以我们就不进去打扰大家啦。车子都可以直接停进去的，就看你怎么配置这样。那不过当然，假日应该车子就没有办法停进去雨棚咯，除非你睡车上，那就是你的营位这样。这里是信实 A 区，这边呢，其实就会有那个茶园的风景。然后这一座小山头上面，其实也蛮多露营区的。跟我以前来不一样的是，增加了这种不用搭帐的高脚屋。这个呢，在信实 B 区，目测看起来是有4栋。如果你的朋友没有想要搭帐篷的话，也可以订这样子的区域。雨棚区的停车位在这里。所以今天是因为非假日的关系，所以营主就让大家停在那个位置上。其实这边有非常多的雨棚，这个喜乐 A 区也是雨棚的营位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喜乐 A 区看出去的风景也很美耶。我上次来是不是搭这里啊？但是那时候这边并不是雨棚。营区的公共冰箱都集中在营本部下的凉亭，然后最棒的是这里有3温的饮水机，我们来装水。我用1支银柱把天幕比较矮的地方撑高，这样子呢，排水会比较好，水就不会一直积在天幕上面。那如果你们要用这个方法的话，要记得不要用尖尖的那一端，然后最好是尾端也可以用个布或是卫生纸，不要直接去戳到你的天幕，不然天幕比较容易坏掉。哇，雨变大了。现在已经是5点多的时间。这咖啡好让人清醒。你知道摩卡壶就是煮出来的咖啡，就是非常非常。还
没有想要吃正餐，但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饥饿感。我们来吃个小零食。那正常这种露营影片啊，是不是就应该要安静一点，然后我不要这样一直讲话？你知道我上一部那个华中露营场，我大概一个人讲了快20分钟的话。不过我想你们会想要看我的影片，应该就是喜欢我这样水水凉的风格吧。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是会有夜景，因为虽然刚刚云海新亮点海拔不高，所以大概300出吧。可是它的云海好美哦。不过你们也知道，云海如果出现的话，就可能天气也不太好啦。管它的呢，反正既然是这样，来欣赏远程的云海，然后吃饼干。我的纸包鲑鱼成功了。上次做是用烤箱，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我是用平底锅。这个桌子，然后今天呢，一样是云泡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好好喝哦。赶快先来吃吃看这个鲑鱼，它真的熟了耶。好好吃。所以如果你也有不粘锅，可以试试看。真的好吃耶。它有点像蒸的那种效果。哇，然后本来很担心下雨，然后夜景就会没有，结果呢，云雾刚好就散开来了，所以我眼前的夜景真的超漂亮的。这个鱼这样子真的好好吃，而且重点是很简单，也不用顾火，放着包好放着，大概15分钟左右吧，就熟了。我们来看夜景好了。
准备洗澡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发现的惊喜，这里居然有提供沐浴乳跟洗发精，我们来洗洗看。然后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这一区，所以当然是非常的干净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非常的干净。我洗完澡了，新亮点的热水真的太棒了。我刚刚本来就是想偷懒不要洗头的，可是那个热水一放下去又稳定，然后又够热，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没有洗头，对不起老板的卫浴。真的很舒服欸。然后其实从晚上停雨停了2-3个小时吧，那现在快要10点，好像又开始下雨了。明天早上呢的预报，目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难逃一劫啦。如果还能够那个干燥车手，应该是就是有什么东西保佑，因为目前看起来是70%的那个下雨几率，所以这个难逃一劫了。但没关系，反正我只有天幕而已。然后我刚刚突然有一个宵夜的想法，那因为没有做过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看起来蛮成功的耶，哇，外面脆脆的，好烫！这就是米纸加上棉花糖的组合，它刚刚很像年糕耶，就是会抛起来这样。意外的成功。如果再给它撒一点花生粉，不就很像年糕了吗？现在又下雨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睡车上，等一下呢躲到车子里面听下雨的声音。上一路华中露营场，然后跟这一路在新亮点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露营的话，这样子的配置其实还不错耶。事实上今天营主很热情的邀约我去搭雨棚区，然后当然就是一方面因为我想要再测试一下这样的配置，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毕竟我们是拍影片的人，如果我就直接把桌子放在那个雨棚，好像就少了点什么。这个好好吃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真的很像年糕耶，外面 QQ 的，然后里面甜甜软软的这样，很成功的一个测试。还好就是云雾散开，我那眼前夜景真的好美哦，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新亮点。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我其实当年来的时候，他们刚开始营业没多久，如果网络上还可以找得到我那篇文章的话，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建设这么多，不过卫浴从那个时候其实就蛮不错的。然后这里离三星市区也蛮近的，我还记得我是去市区买的早餐好像，然后我们中间也有离开，因为我们好像是夜冲，然后隔天再就是去宜兰玩，然后再回到营区，应该是这样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对，然后而且这边开上来的路其实也还蛮好走，当然就是一般产业道路那样子的大小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路况来讲的话，其实算你知道有柏油路在山里面来说，已经是很棒的路况了。好好吃哦，好了，那吃完甜甜的，我要继续放空，因为那夜景真的太美了，然后搭配听着雨声啊，然后那个虫鸣这样，很舒服。
我把营位的灯关的差不多了，因为这样看夜景更漂亮。这个很久没有喝的九尾狐烧酒，那因为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所以我就不加气泡水。我怕晚上一直起来上厕所。吃宵夜，吃宵夜，忍不住都要一直推荐热压吐司盘，这很方便欸。等下吃完宵夜，我也差不多要睡觉了。因为我想看夜景，然后也不想要爬很高的山。我觉得宜兰这边还蛮多这种夜景露营区。我自己就有去过3个嘛，一个是头城的微笑湾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懒洋洋，但它在礁溪吗？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新亮点，然后我觉得3个都是会推荐给大家可以回访的露营区。那像最近有点懒得找营区，然后一直在我的过去的150几个营区，对，164路嘛，然后有150几个营区，所以就可以回访一下这样。好，那等下吃完宵夜我们就睡觉吧。现在雨就是断断续续的下，希望等一下睡觉的时候可以下雨，因为我想要听雨声，好像很少有这个经验。OK， 晚安啦。家人们早安呢！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，目前还没有下雨，不知道等一下撤收的时候如何。其实我刚刚本来有点想作弊，就是还没有吃早餐之前，赶快先把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偷偷搬到雨棚去。没有啦，因为昨天营主一直热情邀约我，就是你要不要就直接搭在雨棚？对，然后可是我还是想要挑战看看。今天的早安拿铁，我们今天一样呢，就简单吃个早餐，然后呢，没有意外的，我又把它弄超灰大了。其实，如果你们不要像我一样分心，是不会超灰大的。可是因为我要换拍摄的角度，所以我下次一定要专心的烤这个丹麦吐司。我只能尽量的避开超会打的地方。昨天晚上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夜景好漂亮！因为昨天晚上其实就没有下雨了，然后那个整个应该是3星乡吧的夜景真的超美。然后像现在没有太阳，可是也没有昨天那个云雾这么多，所以是可以直接看到海边，然后看到龟山岛的。如果天气再更好一点，其实新亮点还可以看到日出。然后现在的天气呢，一点点闷闷的，有一点电风扇的话就还蛮舒服的这样。这个小风扇我觉得它很方便，
不管在车子上用，或者是在营位上面用，其实它风量还蛮集中的。这个700多块，我上次说在成品买，其实不是成品，是那个冤屋书局，我在南港买的。哇，好舒服哦。那睡车上的话，其实因为我的身高164公分，睡在客座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，只是脚没有办法伸直，但是也不会到不舒服，因为我有床垫嘛。蝉叫得好激烈哦。对，新亮点这里啊，因为它的海拔比较没有那么高，然后是有苍蝇的，毕竟户外嘛，所以呢，记得带粘蝇板。我上一路说要带粘蝇板，我一直忘记去买。又是干燥撤收的一天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气象预报是60%的下雨几率。然后呢，我干燥撤收，好啦，就是原家移动城堡一定要订阅起来，知道吗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晴天娃娃。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在新亮点露营区露营2天1夜的心得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说说，就是关于昨天一直下雨，那这里的排水呢非常的好，就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的积水。那这里呢，其实大概60%的营位都是雨棚，所以如果你不是行走的晴天娃娃，你可以订雨棚区。那如果你跟我本人一样是移动晴天娃娃，那么你就可以像我一样，对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这里的海拔不高，所以像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下雨，那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，因为现在毕竟是6月中左右的时间嘛。那可是呢，昨天晚上，然后还有包含我来之后，其实就开始下雨。那温度呢是非常舒服的，然后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它海拔不高，但是它有100万夜景，然后呢还可以看到美丽的龟山岛跟海边。对，那如果天气许可的话呢，还有机会可以看到日出，然后群山环绕，很舒服的一个环境。那这里的交通跟补给也很方便，其实它到三星的市区可能开个10几分钟、20分钟的车吧就可以抵达。那三星的那个市区的话，就有菜市场啦、便利商店啦，然后也有全联啊，对，所以是个很不错的露营场所。然后我的露友呢，我看他们好像都去外面吃早餐了，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煮，而且我看他们应该是会续搭的，对，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。如果想要干燥撤收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订阅起来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上网追踪原家的移动城堡，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时吃喝玩乐讯息。看影片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帮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